别灰心，你们是最棒的。接下来我们是一组相对比较轻松的快问快答环节。OK， 对，首先很简单，不工作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不工作的时候在家里发呆吧，就待在家里，陪家人。刚才也说原来喜欢钓鱼，现在还钓吗？最近回去钓了一下。我还有听说你是凌晨4、5点出去钓鱼，趁鱼没有醒的时候是吗？鱼也有醒的啦，就是可能这个晚上钓也有夜钓的感觉嘛。夜钓也挺好的。那当工作压力或者工作强度非常大的时候，你都怎么来解压或者放松自己呢？就是好好的睡个懒觉吧，睡一个懒觉。可是工作压力很大，工作强度很大，不允许你睡懒觉怎么办？那就是咬咬牙，想想未来肯定会好的。就用未来休假的憧憬对，来激励自己，来激励自己。你不断的需要调节自己，对，你尽量别找外部的，找自己的。所以就是说演员嘛，或者自己更多的精进于自己，不要去找外部的。你把自己这里提高，我相信会更多优秀的人会看到你。如果你没被别人看到，是因为你自己还不行。从自己身上找问题。用3个词来形容成你自己。我是慢热、感性，情绪还算比较稳定吧。感性和情绪稳定是不是会有一点矛盾和冲突呢？也不冲突吧。感性我演员嘛，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感性的吧。需要用自己去来体谅或者来理解这个角色的一些经历，是吧？是的，有时看小动物、小猫、小狗，我就看着它们受伤了或干嘛，我就自己也会伤心难过。那这样子的感性，从你投入一个角色到你从这个角色里走出来，这样的感性会让你很难走出角色吗？那倒不会啊，你是演员嘛，你进入这个角色，你不出来，你怎么去迎接下一个角色？所以我觉得尽量是演员要更多是信念感，因为你要学会收放自如，是这个角色的时候专注了，立马跳过，迎接下一个角色。刚才也说啊，青云志的时候已经是10年前了。10年前的时候有想象过现在的自己是这样的状态吗？肯定不知道啊，完全没有想象过。那个青云志拍完之后，感觉自己好像又要退圈了。对，青云志拍完之后，就像那个果果和我写的那封信，不仅是他，好多果果就是说了，他说林青云之后再也没有看到我演其他的角色了，那个好像也是空窗了2、3年吧。我觉得我这个也挺奇怪，我好像就是10几年的时候，刚出道的时候，隔了2、3年没演戏，过了几年之后又开始演，到青云志的时候拍了林静宇之后，又过了2、3年没被观众看到，呢，后来就是20年的时候被观众看到。但我果果们最近不也说了嘛，也看了说很久没有看到我的作品了，又是莲花楼之后又2、3年没有看到我的作品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所以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更多的作品被观众看到的。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被看到，然后可能就是短暂的消失这么2、3年，不是你的有意为之，不是你在积累和沉淀自己。那当然不是，你作为演员都是被选择的，也不是说肯定是希望多拍点角色被观众看到。市场在变，观众也在变，作品也在变。包括可能你拍了，上次有部戏都是我5、6年前拍的，你再播出来，那已经完全没有时效性了。就是其实你当然希望拍的作品更快的和观众见面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展望未来的10年，你希望10年之后的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顺其自然吧，就是顺其自然。那我们约定好了，10年之后再来看看陈毅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更好的作品吧。OK。对自己未来演艺事业的发展有怎么样的期待或者规划吗？其实也是真没规划，我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，顺其自然，就是顺其自然。我都不知道，就是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你就是把眼下的工作做好就行了。也看到你之前参与了家乡村 BA 的开幕式，为什么会想到要去村 BA 的开幕式为家乡加油助威呢？我们之前也提到自己要不忘初心，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因为它是养我的地方。
喝这里水长大的地方，那么自己尽自己的小小的力量。当然村 BA 这样的一个赛事能在我老家举办，那特别开心。我陈毅如果能尽自己的力量回去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快乐。在推广现在比如说乡村振兴或者家乡的这些文化和旅游资源，你觉得作为艺人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？就是你做了这个事情了之后，你得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，看到这个事情。你看运动员们他们打篮球的时候，这个体育赛事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它，更多的人参与当中，那其实锻炼身体嘛也是很好的。用自己的流量来为家乡、为乡村的发展做一份贡献。那对着我们的镜头，用你的家乡话来再为那个村 BA 来是吗？加油助威一下吧。希望大家能关注村 BA， 也希望我的家乡社区越来越好，村 BA 越来越好。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今天和程毅也聊得非常的开心，再次感谢程毅来到人民日报新媒体的在场栏目，也希望未来程毅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更好的作品，更多精彩。欢迎继续关注人民日报新媒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